1月20号，川普就要重回白宫了。那么，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因应措施，但其中美中的对抗已经是另一个层次了。因为在选前，川普早就宣布过，第一个就要对于中国大陆开征60%的关税。因此 ，Bloomberg 在分析，那接下来中国大陆可能做哪些因应措施呢？包括5招啦啊，抛售美债、放贬人民币、限制关键原物料出口、拿美国的企业开刀、联合更多的国家抗美。其实事实上也是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例如，谁在卖美债？大陆在截至9月为止，今年第3季大卖美债已经是出脱了513亿美元，是中国第2大的出售美债的金额。那已经到中国持有量啊，9月连续下降3个月。降到7720亿美元。还有美国的军队是靠中国吗？这个是中国国务院专家丁一凡他所说的。他说呢，当前美国军工业啊，很多的不是预算不足吗？那各种的有意外的状况都说，哎呀，因为经费造成了人员啊，都研发都出现了困难。他们说，尤其是中国的角色，没有中国供应的话，当中的工业的一些。军工业的重要的零组件呐，甚至是重要的产品呐，如果美国总统真的要实施贸易摩擦对抗，那就会有严重的后果，会让美军瘫痪吗？还有大陆马上集团体看到的画面都是要拉拢欧洲的其他国家呀。那拜登下榻的酒店里头，甚至对面就可以轮流看到看板上轮流播放。反对美国打开窗说反对美国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啊，推动自由贸易市场啊，这是中企的广告，那也是有心有意而为，也是刚好吗？哦，还有会见法国总统马克宏，习近平特别告诉大家说要稳定两方的关系，还有经贸合作，甚至在德国见面的时候还讲了中国电动车关税，虽然欧盟做了一些决定关税上的决定，但他仍然希望。德国消资能够发挥作用，那么，德方愿意就此做出积极的努力，那是不是有其他的转圜余地？因为德国毕竟也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川普呢逼着这个中欧要强烈结盟，可能是一个必然的后果。一旦欧盟27个国家授权发行这个欧盟国债，新的影响力，中欧就会有个所谓要去风险化的选择的话，就不一定是美国是唯一的一条路喽。那美国是让自己更有保护主义、更强大，还是因此在世界上更孤立呢？当然，他讲到川普也讲啊，我一上任马上就要宣布紧急状态，要把移民驱逐，用军队去做。马上我们在节目上讨论的事实已经先发生了，就是各州能接受吗？洛杉矶立刻议会做出了投票，13-0的议员投票，几乎是全面一致的决定，要庇护非法移民。就在川普要动用军队啊，可是洛杉矶议会说。庇护城市条例禁止动用地方资源或人员以协助联邦移民执法当局，所以到时候州跟中央的对抗显然已经提早发生。还有川普跟马斯克的关系一再的合体嘛，每天黏在一起，去看 SpaceX 的试射啊等等的，却看到马斯克的音量声量很高，冲突跟这个争议也越来越多。例如他批评抱怨政府很荒谬啦。把他评估火箭掉下来会不会遭到鲨鱼这件事情列入要求报告的内容。他说干脆就把海豹抓起来戴耳机啦，测试火箭噪音会有什么影响啊？说政府这些政策在扼杀太空产业，所以未来通通不用管的吗？全部给放飞吗？还有川普对于马斯克互相的影响。据说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佛州的海潮俱乐部里面。当着宾客的面，马斯克跟川普的高阶幕僚吵了起来。那这个大吵呢，让各种质疑说，质问说为什么内阁人选过渡团队的事情要泄露给媒体？那对方说什么不知道在讲什么，反正连这些泄露给媒体的内容都吵了起来，是不是也是马斯克最近风头太健，也成为所谓的幕僚们共同的指责的对象吗？那个川普人士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每一个都不一样，而且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那什么都有。教育部长谁呢？预料要任用的是前职业摔角大亨来带领川普所带的部队的部门。不过，因为马克宏
马斯克已经说了，这个部门教育部长可能要删除，那还有这个部长吗？我也不知道。那还有新的医疗重要部门负责人，也是一个电视主持人。显然，川普很爱看电视，只要电视上他觉得好的，奥兹医生秀的主持人就要让他负责医疗重要部门。还有抗中的鹰派啊，中国的驻美大使谢峰试着要跟川普官员取得联络，结果没有办法，他就在问说，川普到底想要什么？难道所有的政策就只有抗中了吗？赖老师，美中对抗。我觉得川普扬言要课征60%的关税，他会做得很辛苦。他因为大陆也不是吃素的啊，大陆一定会反弹嘛。那现在目前大家已经在帮大陆想他反弹的方式了啊。那也就是包括这个抛公债。可是马斯克正要砍掉那个政府的预算，砍掉预算，然后开始中国大陆的公债一丢。你又开始要去挪别的预算来去买下那个公债，不然的话，你会有这个主权债信的危机。你一旦主权债信危机一出来的话，你的政府运转不下去，那你基本上你的金融危机也就接着就爆发了。那这个在过去来讲，都曾经让美国差一点垮台。那这种事情又会重新发生。那除非你不兑现你的承诺，不砍预算了啊。那问题就在中国还有很多关键的原料，还有关键的产品。例如说，中国拒绝提供医疗器材的时候，美国医院就准备要瘫痪了，不再提供这些原料给印度去制成这些抗生素或是一些止痛药，美国就开始会出现问题了。很多的稀有的矿产都不再出口的时候，美国的军工企业根本就走不下去。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所以而且呢，中国大陆也可以对于美国的产品再少买一点，关税也再课征一点，甚至你跟美国有关的，那他都课征关税。那也就是说，谁跟美国走在一起，谁就跟他对抗。那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准备大乱了。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世界会乱到什么程度啊？那不是你美国敢做，别人就不敢反击，别人一样会反击。你不要忘了，川普第一任内的时候就跟中国大陆就杠起来了。中国大陆你调多少关税，给你调多少，然后我跟你总额一样。所以有些关税可以调到70、80，甚至更高都不一定。你美国的关税，因为它是给你算总额的，就是你的总量。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真的是很好玩了，因为川普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了不起，那么厉害，没有。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为什么这次从 APEC 一直到 G20， 大家只看到习近平，几乎就每天他的新闻，道理很简单嘛，因为你会看到与会的国家的元首络绎不绝的排队要跟习近平见面，可是拜登就是每天闲在那边没事做，因为没有多少人跟拜登见面，甚至连毕业照的时候，拜登故意了，我再强调，那是拜登故意拉的杜鲁多还有梅诺尼亚，他们是故意迟到，因为他们是集体在那边开会，集体往那边移动到这个拍照的会场里面，那为什么就是拜登这几个人不见了？他们就是故意这样子绕一圈慢慢走，然后显示出他是最后到了，他是老大，结果没有人要等他，因为鲁拉就2次的呵欠，哎呦等很久了，好累哦，然后就打呵欠，故意打很大声的，故意打很大，那就当然就告诉大家要拍照了嘛，所以他的工作人员带那个蓝识别证的就进来了，就把大家说，这个挪个位置吧，补齐了，然后一开始就拍了，拍完了以后大家走了以后，他们在走进来以后，哇！他们想玩的那个把戏失败了，很难看啊。那这代表什么？地位低落了，没有人理他们的。问题是在于，这么多的国家的领导人都去跟习近平见面，这是代表什么？代表拜登上来了以后搞的那个围墙啊。因为拜登拉了他的这些盟友，包括北约、包括欧盟、包括日本、韩国等等这些领袖、这些国家元首，说要跟中国大陆要围堵，所以不准他们跟大陆来往。结果呢？这些国家根本发现不跟大陆来往的一个一个垮台，澳大利亚垮台了，所以工党上来了；英国的强生垮台了，那个特拉斯垮台了，结果工党的领袖上来了，所以他们发现跟着美国走的领袖几乎都全倒，连肖尔兹都快要倒了。那你就代表什么？代表跟着美国走的拜登这4年来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这个大家都不玩了。我觉得目前来讲，马斯克还是对于川普的影响力确实还是最大，所以至少到今天为止，川普还没有逆了。但是问题就在马斯克其实很脆弱，因为川普什么时候逆了，他什么时候就
差不多杀工程之类的。对，就开始准备要回家卷铺盖了。我觉得一个人不要跟任何一个人玩成这个样子，玩这种逆的游戏没什么意思。彬哥，当然美中对抗是已经可以预期的，川普上来之后可能会更严峻，世界还会大乱，包括贸易战，包括了才国内可能都乱。看州已经有洛杉矶抢先宣布了这个反对川普驱逐移民的这个政策。这就是我一直疑惑的，川普说了这么多，他到底能够做到多少的问题？刚刚赖老师已经讲了，你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人家也是会反制啊。那反制过来，你承受得了吗？实际上通常你要打贸易战，理论上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对对方的需求很少，可是对方对我需求很多，那这样子我再打这个才有赚头嘛。那如果双方需求都差不多，那就有两败俱伤。如果你对对方的需求比对方对你的需求多的话，那你自己反而受伤更重。所以现在中美两国其实每年贸易额如此庞大，你这样打下去，我可以保证一定是两败俱伤，大家都会受到损失。那重点是在于什么？重点在川普现在不是只对中国开战，他对全世界开战。那请问一下，美国的经济再强，他能够跟全世界来搞这一套吗？我是非常怀疑这一点。我认为到最后会演变的结果就是，恐怕是变成他跟每一个国家都进行各种程度的协商而已，而不见得会真的去做。更何况就是因为川普不是只有对外强硬，他对内也是鹰派。这才是他最大的麻烦，我觉得。因为你看他现在搞的这个，他要驱逐这些非法移民，已经有地方政府出来反对他。那美国是联邦制，你要知道，地方政府如果不同意的话，联邦是不能介入的哦。除非像拜登后期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有一次差点要开战，就是中央要派军队过来，然后地方说那我征召国民兵准备跟你打，那你要演变成这种状况吗？我想应该不会让事情失控到这种程度吧。那请问一下，川普到底要去怎么执行这些东西？然后你现在找这个麦马洪，这麦马洪是他好朋友的老婆了，因为以前川普很喜欢玩摔跤。她老公就是那个摔跤那个很有名的主持人啊，那他们是经营摔跤公司的。他上一任其实就让他当中小企业局长，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玩摔跤可以当中小企业局长。然后这次更猛，直接让他管教育部。你知道为什么让他管教育部吗？因为川普本来的政见是直接废掉教育部。对啊，那他现在叫他来弄，显然就是让他你随便恶搞，随便玩。教学生摔跤吗？我不知道。所以川普的整个人事任命显然是不按牌理出牌，但是他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这些人都跟我同心一意，我们大家都这样蛮干。那当川普对内政都如此蛮干的时候，老实讲，我根本不相信他有多少能量去跟国际上面去打经济贸易战争，因为你内部自己就一团乱，你还能够做什么事情呢？所以我觉得川普说了一大堆，等他真的做了，我们再看他到底怎么做。这是一个乱字形容。这个你不要以为这如果说是对中国磕60%，所以美军真的会垮掉。为什么？我举两样武器给大家听哈。你看这两样武器，第一个是美国航空母舰，很威猛嘛，对不对？你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有一个拦阻索，就是飞机要勾住的那个拦阻索。你知道拦阻索谁做的？你知道？中国巨力公司做的。那他当初中国不晓得自己公司可以做这个。他去跟美国说，我们做航空母舰，我们要这个拦阻索。美国跟他报价一条1000万美金，那拦阻索船上面要摆3条，你第一条没勾到，第二条勾，第二条再没勾到，第三条勾，第三条再没勾到，飞机要从头起飞，再重新降落，而且那个拉力要很大，你要把飞机那么重的一架飞机，20-30吨重的飞机，然后在这么快的速度之下把它拉住，而且那个拦阻索就是大概起降100次以后，那条索就要作废了，要重新换新的。那时候，中国要跟美国买1000万美金一条，就中国想说太贵了，我们自己开个标哦，不是开标，我们中国自己有没有公司会做这种拉力多少啊？这个张力力道多少？就有公司说我们仓库里面很多，仓库就有了。对，我们那家叫巨力，他说我们仓库很多，你要多少？一条40万。就后来一看，你怎么会这么说？他说美国他们跟我订的啊，结果我才发现说，搞了半天是美国跟巨力来买这个拦阻索，就是巨力供给美国的，这是第一样东西。那你想想看，后来中国自己航空母舰就自己可以生产可以做嘛。那美国来讲的话，第二个我讲第二种武器，我们都看到飞机哦，不管是这个战斗机或者是这个一般的民用飞机，那个引擎来讲，我们都看到那个引擎那边在转那个叶片，是吧？哈。
那叶片其实是蛮高科技的。为什么蛮高科技的？因为你要高温，那转的速度又很快，那离心力很大，那个压力又很大，大概上千度的温度，那个涡轮喷射引擎来讲的话，那个压力很大，那个叶片在那边转，你知道那叶片是谁做的？中国做的。为什么是中国做？因为你不要看它高科技哈，它最后还是因为很滑顺，所以最后一定要人工打磨、打抛光，才可以让它很平顺。所以这个抛光是出活，你知道，就必须要人工活。那美国你自己就没有这种人工活。那我举这2样武器，你看一个航空母舰，一个飞机，你这东西就这只是一个供应链嘛。那你其他的你根本更不要讲，包括你这个所有官兵这个吃饭的，我们不要讲说武器了。包括吃喝拉撒睡的很多供应品，是不是都中国在制作？你自己回去看一下。其实我跟你讲，我不客气讲一句话，我们台湾曾经有一阵子，我们自己都用中国的东西，你知道，什么的袜子。后来我们有一天穿那个袜，觉得怪怪的，后来才发现说是厂商跟中国那边订货，然后卖给我们自己国军。后来我们发现这实在是太没面子了。后来才不用这一批的袜子，所以中国它这种基本的制造业你是挡不住的。你想说美国想要靠这个关税挡住，到最后只有把自己搞垮，甚至于连自己军队，你去检讨一下，你现在多少东西是依赖中国，你这供应链有多少？所以不要川普这个话只是听一听就好。怕他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乌克兰昨天晚上宣布终于发动攻击，他一直喊说我们随时会发动嘛，他用了美国的飞弹。打了俄罗斯境内，动用了这个武器，那射出了6枚长程飞弹击中俄罗斯军火站，当然5枚被拦截了，只有1枚打到军火站，造成没有伤亡，但是有一些破坏，所以这个距离这个俄乌的边境115公里，位在俄罗斯边境的这个内布良斯克地区这个镇里，距离乌军占领的库斯克190公里。这个打法，昨天美股因此整个大跌啊，暴跌最多曾经到300点，怕万一世界大战真的要来了呀。结果后来呢，拉夫罗夫啦，就是俄罗斯的外长，突然出来讲说，我们还是会尽力的避免这个核武战争真的发生。美股又回来了一些小小的收红，所以这代表什么？俄乌战争这个风险进入新阶段。这个美国提供这个长程飞弹1枚传出来，造价就要100万元。打个6枚就600万美元哦，那这样子打法，俄罗斯要怎么反制？空中攻击可动用核武是普京签署的这个法令啊。我们这边讨论了说，他告诉大家说，我在各种的可能性之下，扩大了可使用核武回击的可能的时候，大家就在想，现在到底要回应到什么程度？俄罗斯在莫斯科这里还没有被打到，在边境打，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动战争，甚至把美国视为敌国，都还是问号。那像这样的重大空袭的事件呢，俄罗斯宣称会猛烈报复乌克兰，那美国大使馆关闭，公民就地避难。其实会不会打美国本土，说不定拜登也是会害怕。但是呢，总之就是不想要让川普太好过而已嘛。所以拜登被说煽风点火，美军。现任的看守席的拜登政府被问说，俄罗斯降低了核武动用门槛，你有什么看法？他说，我们不讶异目前没有看到有什么必须调整美国本身核态势使用核武器的理由，就是说，反正他们的事不在乎吗？那拉夫罗夫俄国的外长是说，西方希望像局势升级。还好他讲了一句稍微让大家投资人避险的话，讲了一句说我们还是会尽力避免第3次这核武器的战争的爆发了。那应对核战有可能吗？俄罗斯现在量产可抗核爆的移动式防空洞不断的被看到，这也让大家看说核武器有可能要发生了吗？画面上就是这个，避免万一核弹爆发的话，这种移动式的防空洞可以保护48小时。那不只是人员可以受到保护，会有重要的人也不会有火灾各种的威胁。还有俄罗斯的无人战升级的技术里面，包括了诱饵温压弹威胁乌克兰的防空。这个是美联社调查的，各种的武器正在更进一步的压缩乌克兰的生存空间。泽伦斯基现在的态度呢，说是没招了吗？他预计要入侵造成的环境损失叫做710亿美元。那么俄罗斯侵入到俄罗斯乌克兰已经1000天了。
他再次的呼吁欧盟不要害怕采取更多的制裁，还要更多的武器，但是还是期许明年可以达成和平。那20国集团对乌克兰的共识已经出现裂痕了，各自有各自的做法，大家想尽办法要改变态度了。川普时代到底还会怎么样来帮助乌克兰吗？给钱看起来已经是没机会了。东欧强硬，西欧软，这个是乌克兰外交官警告的啊，不要这样啊，不要让我们重蹈所谓的绥靖政策的覆辙。接下来乌克兰的命运真的很难谱。不过呢，大家都在担心，将军，我们先看看大家担心，俄罗斯会被回击的时候，那个美股啊，这各种的剧烈的震动，都是怕战情会扩大。我跟各位讲哈，这件事情真的非常严重，严重到极有可能爆发核子大战。为什么？因为那天这个中程战术导弹打出去之后，第二天，昨天19号早上，普京签署了一个新的核战新的这个作战的一个规则。他原来俄罗斯的核战规则怎么样？为什么这样状况下使用核武器？它是针对核武器的国家，也就是说，你有核武器，你用核武器攻击我的本土，或者是我的这个跟我在一起的这种所谓他们友邦国家啦，不是友邦，就是他的这种签约国啦，结盟国哈，那我就可以用核子武器来反击你。这是他原来的规则，前提本来是要对方用核武，对不对？对方是核武国家，他现在修改的规则，大家听清楚，他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如果说你是非核武国家，但是你接受了核武国家提供的武器，对我实施攻击来讲的话，攻击我的本土，我就可以用核武器攻击你这个国家。他没有说要攻击美国，也没有攻击英国，但是现在乌克兰符合，他就针对乌克兰写这，就是你乌克兰是不是现在接受了美国所提供？美国是一个有核武的国家，提供你武器，你用这个武器攻击这个俄罗斯的本土，就符合了俄罗斯的条件。就普京19号早上，昨天早上签署这个命令，所以股市为什么下跌？因为它这个内容是这个样子。好，我现在讲这种武器它的效果怎么样？其实打这个地方，我特别讲是一种。它就是一种，他讲的没错嘛，就是一种战术型的这种导弹而已它不是战略型的。什么？我们说战略、战术还有战斗嘛，战斗什么？步枪、机枪、迫击炮，大概射程大概100公里之内，我们归纳为这个战斗型的武器，大概就是500公里左右，我们把它归为战术型的。那超过500公里以上，我们归为是战略型的武器。包括到我们现在看到所谓东风啦，或者东风21啦，或者是美国战斧啊，这属于战略级的。那这个只是中型的战术级，射程就300公里。300公里它会打什么目标呢？它打不到莫斯科，可是它可以打一个地方，打一个地方呢就很严重了，库斯克核电站，它核电站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那乌克兰讲，泽伦斯基没这个胆去打那个库斯克核电站，自己国内会被影响吧？对，如果打核电站，就成整个欧洲地区的核污染了。那不晓得这个泽伦斯基后续会不会做这个动作？那我觉得拜登跟泽伦斯基两个家伙，我只能说这两个家伙是混蛋到极点。你知道拿全体人类的生命在开玩笑，为什么呢？因为拜登为什么会同意？你这时候都已经要交棒了，你为什么会同意？就是给你普京制造给你川普制造麻烦嘛，让你们后续来讲的话，让你没办法收拾这场战争。我不要将这个结束战争的这种胜利成果，让你川普来做的时候割到尾嘛。那泽伦斯基这时候什么想法？你有没有想过，泽伦斯基他现在是非法的总统他不是合法总统，因为他已经过了任期，他现在一直用这个行政命令来延续他总统。如果说是重新改选的话，他立刻下台。乌克兰现在境内最支持的人是谁呢？是前总司令，叫扎卢日内。扎卢日内在2023年春季反攻的时候打了胜仗，所以乌克兰的人民其实是支持扎卢日内的。那如果说是泽伦斯基下台来讲的话，他不但失去了他的政治前途，他有很可能被乌克兰人吊路灯。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如果说是川普当选的话，他这时候做这种动作，你认为说是美国会接受他的政治庇护吗？那欧洲国家会不会接受他政治庇护？这东西我们有在考虑我们刚刚前面有一题讲到赖英德，你也要看一下泽伦斯基下场。如果说美国也不接受你政治庇护，然后北约国家也不接受你政治庇护啊，你泽伦斯基真的会被乌克兰的人民，你让乌克兰损失了这么多的生命，丧失了这么多领土，所有资源你都卖给贝莱德这家公司，那你会不会被乌克兰人民自己吊路灯？所以我觉得所以他为了延续自己政治生命，他去冒这个险，然后去打这一发，打这6枚，打出以后，
战术性没有什么效果，可是战略性的这种损害其实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对乌克兰来讲，第二个不利的就是，就普京来讲，你既然敢打，就算我现在不用核武，我跟你讲，那我们谈判更难谈。为什么？我本来就是要我安全缓冲区嘛。你既然在这边可以打300公里，那我要的面积绝对是你在300公里之外，我要的面积一定是更大，然后我才能够建立我自己本身国土的安全。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跟拜登2个人纯粹是个人的私心，引发这场有可能爆发的世界核子大战。所以就看普京跳不跳坑喽，他会怎么反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乌克兰真的用长程飞弹攻击了俄罗斯，俄罗斯立刻也扬言说我们可以降低可以使用核武的可能性。现在趋势会怎么发展？全球抓了弹。我觉得真的是要高度紧张了哦。我们也希望说，这只是一场核战哦，就是说普丁他虚张声势，然后一看说他的虚张声势无效啊，破解了，然后就算了吧啊。我想我们也都希望是这个结果。可是我们更担心的是说，如果不是这个结果，可能就麻烦。首先，先强调一下，这些武器不能够改变整个战局，没有办法，甚至连战役都没办法改变啊。然后，甚至连一个小战场的一个优劣势都很难改变，它只能够造成这个俄国的某一个定点的一个损害。可是问题是在于，它事实上这次打了6枚5枚都被拦下来。那有1枚爆炸以后有燃烧一些地方，但是马上就扑灭了，所以问题也不是到那么的严重。那也就是说，这个导弹是可以被拦截的，俄国也证明了它有拦截的能力。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你拜登过去你不批准？是因为你的评估是认为它不会决定整个战争，也不会决定战役。那所以你觉得与其让乌克兰去挑衅俄罗斯，把战争升级，倒不如就按照现地来打，好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为什么要在你卸任之后，你却改变了？也就是说，不是卸任之后，是你看到你的选举已经输了，你的民主党已经输了，是川普要上来，你却改变了你的决定，看手棋。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动作，基本上来讲就不光明磊落了。这是第一个，就确实是给川普留下难题，但是他也给人类带来一些危机了。为什么？因为泽连斯基迫不及待的在第一时间就使用了这款武器，所以这个球现在整个都丢到了普京手中了。丢到普京手中，为什么美国的股市会震荡？那就是因为大家在判断，那普丁会怎么用，怎么打这个球。普丁昨天做了一个动作也就是签署了最新的核理论学说。那也就是说，刚刚讲的把这个核使用门槛已经往下降了，这有法律依据了。也就是说，有法律的凭借，它可以把这个核武器的使用往下降，而且对于没有核武国，只要跟美国有关的，它也可以使用。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它是会用在乌克兰的本土上，还是会用在这个提供同样武器给这个乌克兰使用的荷兰、美国，或是未来的法国跟德国，因为德国跟不是德国，法国跟英国也有提供，只是不准乌克兰使用。那如果都可以使用的话，那普丁会不会就干脆就使用核武？那怎么办？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世界如果发生核战，那就是人类毁灭的时刻到了。俄罗斯现在的做法降低了使用核武的可能性跟标准，现在有可能往这个方向走吗？首先，就是这个 ATACMS 不是什么长程飞弹，那100多公里长程是什么？距离这么短，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长程飞弹。然后很多报纸也讲说它是极音速飞弹，它不是极音速飞弹，它速度是不慢啊，听说超过那个3倍音速，但是也不算到极音速飞弹的等级。所以你看俄罗斯不是6枚拦了5枚嘛，表示它是有能力拦下来的。如果是极音速飞弹这么容易被拦截，那俄罗斯科技就大爆发了。那当然，它
目前射这是一个宣示性的东西。老实讲，这个飞弹总共只生产了3700枚，分散在本来是9个国家，现在多一个乌克兰10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平均才370枚，它能射几枚？而且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手上都还握有一些库存在这个地方，所以乌克兰手中了不起拿到几十100枚，所以它能够造成的伤害其实是很低的。那当然，它的目的就是要把战争拖到川普上台。那把战争拖到川普上台的时候，这就是川普的一个烂摊子。那川普就不能贸然直接决定说割地赔款，直接结束这个战争。这个等于就是川普自己会损及美国的威信，这是整个目的是这样。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沈伯洋这话又讲的是谁呢？他刚刚有各种各样的谈话，总是跟抗中的话题有关。首先，沈伯洋认为吕礼诗，刚刚小舰长的上一节节目才刚刚离开，小舰长到珠海航展各种他认为是失言，甚至更进一步有政府机关说要去查办等等的这样的事情呢。他说还不只是一个人而已，更恐怖的在后面。他说有一群中间人不断往来两岸之间，似乎在从事什么隐秘的工作而且当然细节大家讲说，哎呀，可能拿个几万块就可以定期两岸之间往来做什么工作穿梭这样的概念。哇，抗中这个抗到有一个集团不是要抓起来吗？那沈伯洋的黑熊部队有发现这样的秘密。好，那所以立委准备要提吕礼诗条款，但是由于吕礼诗是少校退伍，本来也就不在所谓把退休俸给拿掉的财阀范围里面。国营事业里头如果有中国籍的船员会怎么样呢？这个是洪申翰他在质询的时候自己提出来的。洪申翰刚刚前一节我们提到他自己爆料党内有劳工被压迫被欺压那的消息，这劳动部没理他。那他质询这个事情呢，要党中央还有行政院长处理在隶属国营事业的中钢通运公司里头聘雇了68名中国籍的船员，20%有国安危机。卓荣泰说要有强力的管理机制那所有渔船常常聘雇中国大陆籍的船员的时候，通通都要加以遣返，通通都要加以限制嘛。抗中抗到了无以复加。明年赖清德总统的立场，刚刚我们看到民调数字它是往下掉，至少在台湾民意基金会里面的民调是掉了5.3个百分点加崩100万人的概念。那明年还有更恐怖的吗？那明年呢会有总统元旦文告，他不要再讲这些敏感的两岸议题，如果讲了，会不会又有2025联合利剑各种的演习？而且明天更重要的是，还有川普1月20号就要准备2.0回归了现在除了泽伦斯基很有可能在俄乌战争里处于非常的弱势，要割地结束战争吗？同样的场景，他既然自比为泽伦斯基第2的样子最忙的第2名嘛，那他又会怎么来因应呢？显然，这对他来讲都是执政最大的挑战跟难题。那么，德国的总理肖兹在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表示他受访自己说没有任何人应该活在对邻居的恐惧当中。这个是 Bloomberg 去解读这段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习近平有压迫台湾，让台湾害怕吗？还是说台湾为什么要怕呢？当然有各种解读啦。但肖兹不止跟习近平见面，也跟普京通了话。那他的各种作为，当然也是表示欧洲正在想办法走自己的路还有一个人又出现了，郭喜，这位前海军的上校再度的开直播，公开的说国造潜舰某一项很重要的心脏装备，因为中共干预的关系，德国厂商已经决定不再卖给台湾了。那这样的结果将会造成我们到第2艘、第3艘的潜舰都做不了了。所以去问台船公司，都说关于他的事情都不回应是这样吗？他的话没有可信度吗？那德国真的会因此不卖吗？当然这还是个问号。那总之只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两岸的军力，或者是中共对于台湾的军事演习已经越来越频密，台湾内海化，解放军的舰艇对抗组合训练已经密集到各种的频密的情况，
各种的分析都说，在东部外海训练可以长达10天，那么连续的加以演习，内海化直接在这个所谓的中线旁边呢，连续的演习已经是如入无人之境之外，甚至呢，解放军的海南舰、长沙舰编队礼拜4要开始访港5天，还有大陆在珠海航空展首次亮相的这个中国自制的擎转旋翼的大型无人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画面哦。这个叫做蓝影 R6000，未来被说很有可能被改装作为军用。被说是很重要，在武统台湾时候可以用于运输、侦察，甚至发展为武装的无人机。总之，不断的演习之外，也不断的秀新的武力跟装备。台湾又该怎么做呢？台湾为各种的可能的冲突一旦挑衅起来，不断的这样的冲突没有避战，而准备要备战的话，该做什么？美国印太司令告诉大家，以当前美国跟盟友的优势呢，解放军要打台湾很难。但美国有信心能够打破北京对台湾的海上封锁哦，非常有信心。那还有，确实这个援助乌克兰就会吃掉了武器的库存啊，所以台湾当然被影响啦。我不这样说就太不诚实了。还有，美国的国会委员会建议修法，让台湾可以享有像北约 Plus 一样的军售待遇。好害怕，乌克兰不就是要加入北约造成的吗？如果有这个所谓的安全条款，还不如让我们先把买的武器送来，对不对？那如果所谓北约 Plus 到底对我们是有什么好处呢？我不知道，只看到更大的风险，甚至有3艘航空母舰同一天驶出了美军基地，被说是美国媒体说，哎呀，世上罕见呐，分别往日本还有印太、南加州这里执行任务，大家都在做军备的竞赛。彬哥，先来看看沈伯洋最新的说法。其实沈伯洋他其实今天是明讲，他直接指控说小舰长吕以斯他是老共的中间人，由他牵线去认识很多我们军方的人员。我觉得这个指控其实是很严重的。你真的有证据去指控这件事情吗？小舰长有没有做这件事，我是不知道。但是你要这样指控一个人，所以你的意思说他是匪谍吗？你到底指控这个中间人到底是什么用意？我觉得沈伯洋真的不要信口开河。你要指控什么东西，你要拿出证据来。我个人是建议那个小舰长是不是要考虑可以对沈伯洋提告，因为这些每天胡说八道，说什么透过吕以斯去认识台湾很多军方的人，到底认识了谁？你接触的又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要讲清楚。然后你们现在要对连这种渔工你都要管制吗？在中钢的这个渔船，然后雇这个中国籍船员，你就要管制吗？那请问一下，你要不要干脆直接颁布命令，以后我们不准用大陆人？不然为什么只有渔工需要管制，其他行业不需要管制吗？如果有国安危机，不是全部都会有国安危机吗？不然的话，渔船上会有什么国安危机？你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不要老是用这种影射的方式。沈伯洋，大家记不记得他刚当立委没多久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惹起轩然大波，因为他当时说要去监控所有的这些陆配啊，什么东西，所有的这些大陆籍的人。那现在呢？你不就是还是这个意思吗？你从头到尾就是戴有色眼镜去看这些人，不是吗？那你有种就去修法啊，把法修过来以后，我们干脆跟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恢复3不原则啊。我看你没这个种啊，你也不敢修啊，你只是嘴炮在那边讲而已。那当然，赖清德现在，习近平在 APEC 的时候，人家发了新闻稿就明讲，认为你赖清德就是在搞台独。那我觉得这就表明了大陆的态度了。那接下来就是看赖清德这边怎么回应。我们这边的回应现在很好笑，就是没有，他没说过这句话，就当做这件事不存在。这件事就会因为你这样讲，你不承认就不存在了吗？还是存在？现在大陆就认定你是台独嘛。那接下来就是看你的表现嘛。大陆最喜欢讲听其言观其行啊。那如果你在元旦文告又再来一个新两国论，那对大陆来讲你就是台独啊，没什么好解释啊。所以这一切就取决于赖清德自己想怎么做。那我是觉得郭喜这个东西很奇怪，他到现在还可以接触到我们的军事机密吗？这不是很诡异吗？他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为什么可以接触到我们的军事机密？不是诈骗集团吗？对啊，我以为。然后你们平常我们讲什么，你都说不可以讲，不可以讲。然后结果现在台船对这个东西不予回应，国防部台船不予回应，国防部要回应吧？他讲的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可能表示我们的潜舰一烧就结束了，因为没有关键心脏设备啊，这是非常严重的状况。你们到底在干嘛？可以任由这个人
不断对外放话，它的目的到底又是什么？这个要去彻查，看到底出入了什么状况。那大陆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当然是越来越具体啊。我们早就讲过，以后它的军事行动会越来越频繁，然后它会直接在我们台海周边执法，它就直接把你视为内海，这很正常啊。我们去年就讲到今年，那这就是正在进行式啊。问题是在于人家摆明了就是要这样做，可是我们打算怎么因应这件事？你有什么反制的措施？有办法去让他不做这件事吗？看起来是没有。你知道吗？我珠海航展，小舰长讲一个人家武器很进步，让人家知道祖国有多强大。他们现在你看绿营的节目，每天都在讲老共的无人机没有用啦，不经打，那个技术很落后啊，每天都在讲这些东西。那现在这个 R6000又来啊，这个 R6000还是个商用的，它其实还没有，它就是商用目的开发的，未来会不会转军用不知道。但是人家的技术一直在进步嘛，现在这种倾旋翼机都做出来了，请问一下，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地步？我们又能够反制它到什么程度？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忧心的。那至于帕帕罗向来就是嘴炮王啊，说真的，每天在那边讲一大堆有的没的。你说好，你有信心可以那个防止北京封锁台海，那你要参战吗？你如果不参战，请问一下你怎么突破？啊，帕帕罗，你老实讲啊。你有权利参战吗？你根本连决定的权利都没有，不要讲大话。将军，你对沈伯洋的说法一定更有感触吧？我倒觉得对沈伯洋说法，我了解，我知道是哪一群人。哦，对，赵天麟，他做什么隐秘工作呢？亲中的工作。对，这很明显嘛，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你沈伯洋先从那边去了解。但是我特别要说啊，这个蓝营6000其实对我们威胁很大。如果从军事上面角度来看。你知道，其实我们防卫作战构想，我们不担心老共第一批登陆，他第一批登陆，以我们现在能力来讲，将它歼灭于滩头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要担心它后续持续的增长战力。如果登陆上来以后，它建立了所谓滩头堡，所谓滩头堡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建立了第一块基地以后，我后勤可以源源不断的增长进来，我战力可以源源不断增长进来。古宁头战役，这个解放军之所以失败。就是后续来讲，我们因为有空军，将他后续的船炸到海上，让他所有船都沉到海里，他没有后续的部队没办法再过来金门，所以他们隔着这个海峡在那边掉眼泪，在那边哭，就看着那个部队他过不来增援。那如果说有这个蓝营6000来讲的话，就解决掉这个大陆渡海攻击、后勤持续战力资源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我这边念一段哈，这个话很讽刺，是艾斯培在他的回忆录，艾斯培是美国的前国防部长，川普任内国防部长，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的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在西太平洋对抗中国的这种武器来讲，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航程更远、速度更快、生存能力更佳的新型直升机机队。是不是蓝营6000？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很讽刺？其实军人都懂这种武器的重要性，但是美国自己有没有持续发展？它是类似美国来讲，它是语音，可是语音来讲，它事故率是太高了。那解放军发明这种东西来，因为我要后勤补给，战场状况我可能没办法占领飞机场的跑道干嘛，但是我用垂直升降，我的后勤资源可以陆陆续续。像这蓝营这个6000来讲的话，以现在我对它了解，它虽然说人员运输大概10个人左右，当然没有说是大概顶多运一个班。问题如果你装弹药来讲的话，它可以补充一个连1000持续战力的弹药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它就没有后勤补给，也不怕你在海峡上面被它拦截、被它打击。所以我觉得这个武器对我们防卫作战来讲，确实是威胁是很大的。大家不要小看它，只是一个旋翼型的，因为它飞可以飞，它摆平以后可以飞很快，它可以垂直升降，所以对我们威胁是很大。另外来讲，台海之间现在是不是已经这个未来它要将内海化？我觉得是已经内海化了啦。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解放军，每天几乎都在我们这个超过我们每天国防部自己讲的嘛，在我们台海越过台海中线，甚至于逼近24海里。前2天还有一则新闻说，澎湖的渔民去捕船，然后左边是中国的这种军舰，右边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成功级的战舰，它夹在中间，不晓得怎么办。那证明解放军它的这种海军军舰已经在台湾海峡自由的巡弋，上空之中也是它的飞机在那边飞来飞去。我试问一下，我们空军现在还有没有训练的场所？我们要到哪里去训练？所以台海
被内海化，我觉得这已经是既成的事实，这是我没办法否认的。那帕帕罗他讲这句话也是真话哈，这个很具体，我讲是哪一种武器，包括帕帕罗不是你要协助台湾，你现在很多武器都被运到以色列或者是乌克兰去了。我们所知道的，不管是这次来讲爱国者的防空飞弹的优先支援这个乌克兰，然后在台湾来讲的话，它就很明显的没办法给我们，包括我们需要的 F-16战机也没办法如我们说已经付了定金的数量给我们，那更不要想说以后我们有没有机会买到 F-35，这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帕帕罗他自己也讲说，我讲的是实话。当你美国的面面各地都要开战，你就没有办法全心集中在一个地方。这句话还有一个人证明，川普的小孩，他直接讲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从俄乌战争里面脱身，全力来对付中国。所以很明显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俄乌战争你没办法脱身的话，你这个美国来讲，你的军力根本就是贝多利分，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应付中国的崛起跟壮大。赖老师，在两岸之间几乎是没有回旋空间，现在越来越对立的情况之下，明年1月的挑战，当然亮哥讲是他到底元旦谈话谈什么，还有呢，他到底在川普就任之前能不能顺利出访？那有没有可能过境美国？好多挑战。挑战确实不少啊。这个最主要是因为赖清德把自己做死了啊。他先强调他是台独精神、台独的务实工作者，然后在2次重要的讲话中，一次是在520，一次是在10月10号，他都一直在强调两岸互不隶属，一直在强调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是问题就在于没有台湾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台湾这个国家，我们只有中华民国。我们连中华民国台湾都没有，我们的正式的国号只有一个，就是中华民国，就这么的简单。但是他偏偏要不断的去混淆，一下子说台湾，一下子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一下子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一下子说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没有人听懂他到底在讲哪一个国家。我们只知道中间有一个是正确的，那就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就这么简单，其他都没有了。那这个就是事实上，这个就是赖清德把自己陷入困境。所以当他在玩这个文字游戏的时候，他越玩的空间就越小，那么整个空间越挤就越窄了。我觉得沈伯洋他要指控别人之前，他必须要先卸下他身上的这种免责权的保护。不然的话，他是一个没有勇敢的人，不勇敢的人，也是一个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民意代表，但他不是自己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好像是嘛，好像是因为是赖清德喜欢他，所以他才能够当民意代表。那既然是如此的话，没有民意基础，然后就随便指控人，我觉得他应该先说我不负。我现在卸下这个免责权，我愿意负所有的法律责任来指控任何一个人。我觉得他这样做才代表他有这个勇敢，也才代表他为自己负责任。有关于这个萧小芝他所说的话到底指谁，没有人知道，因为美国对于他的周边国家，不管是委内瑞拉、古巴、巴西，甚至多米尼加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让周边的国家碰到美国就吓得半死。现在川普也在威胁所有他的盟国为什么？因为他的盟国他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就给你增加关税。那按照这个萧小芝的讲法，就是说没有人应该是活在邻居的恐怖下，那就你欧洲的国家北约，你去侵略伊拉克、侵略阿富汗的时候，你也让阿富汗让这个伊拉克感觉到很恐惧啊！你们都应该要认错，要忏悔，因为没有人应该要生活在恐惧下。那你现在让中东的这么多国家生活在恐惧下，然后你让中美洲、南美洲国家生活在恐惧下，难道不应该认错忏悔吗？我觉得萧小芝你要有勇气，你就要求欧洲、北约、美国向全世界认错道歉嘛。